求佛菩萨的这个人的职业是各种各样的，对吧？上至帝王、达官贵人，下到芸芸的普通种地种菜，甚至正在流浪的众生都有。那你的幸福感，你的所追求的，让菩萨来帮忙追求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佛菩萨听到了会帮你，但是佛菩萨一看说，目前就是最佳状态，所以不能帮啊，所以我不能画蛇添足呀，对吧？真正从大哲学家角度来说，从历史上都有这种事儿。你想害一个人，你就给一个农民给一个超级豪宅和一辆特别贵重的德国好车，你看看这个人不出3年，他就是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但是你想帮一个人，有的时候反而让他吃点危难的东西。这个我们的小时候在青海有一个人家，就是他父亲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公司里的那种业务员，收入比较高，人脉比较广，反正有点什么事儿，他父亲能解决，所以这个孩子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比较好的。有一次就是他父亲发生可能是一个交通事故，一条腿受伤了，并且终生治不好的一走路一拐一拐的。这个小男孩他就这个儿子一下就痛不欲生了，可是深受打击了打击到就是觉得好像要看透人生的感觉。可是他父亲受伤1个月以后，这个孩子成绩很快就提升了1倍，在到第一中找不着他了，是中等了。那么到1个学期下来之后，全班前10名，非常好，全班50多个人呢，他的成绩一下就上来。从此之后，他的成绩没有落入第10名过，全是在上头。过去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没有了，成熟了，一下就做事特别严肃。你看没事在那趴着写作业，一下了课之后，背着书包就飞回家去替父亲干活。他父亲行动不方便，跑不了业务，家里一下就穷下来了。他也去拾那些废品，是纸盒子木板子去卖钱。这下特别懂事，这后来考上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学校你看，所以他就是因祸得福呀。所以有时候给你一个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是不太好的。对，像我这个同学家，那有人问，那他家有菩萨吗？有啊，他奶奶传下来的白色的白衣观音大士，他们家一直供着。你想嘛，他病了之后，他爸爸、他妈、他自己没事就求菩萨，是吧？过年过节的时候包个水饺，弄个菜，先供佛菩萨在那里。这个孩子也确实曾经跟我讲过，搞半天，说我奶奶弄个菩萨像来，这成天你看我父亲没有得到保佑，还给把腿给弄拐了，信这干嘛呢？有一天我都想砸了他，拿砖头砸了他，叫他奶奶发现就是没给砸。说你把佛像像砸了，你先砸死我，否则你就是不孝顺的孩子。所以他之后就不敢砸了。看他妈经常供他也跟着去拜一拜。到他高考上去之后，他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原来我是得到护佑的要不然的话可能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孩子也是过去当中就是我不是认识命相师吗？我就介绍给他，我说给我这小朋友算一算，不是命相师咔算一下之后说，当然给那小朋友糊弄让他高兴，赚他2个挂资，就是说的还不错了将来能做一个很优秀的工人了，那已经大家听得很开心。等扭头，这个命相师是我的朋友，就说这孩子废物，将来完了，这长大就当流氓。反正不是叫人打死就给枪毙，反正就是落这结果。可是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呢，和我年龄差不多，是吧？非常棒。你看他这个改变，说不定就是菩萨帮了他，说不定。因为在神佛的世界，我们是不可估量的你看他遇到这样的看似祸事，但是这个也让他付出了代价，让一个能干的爸爸突然间没了业务，不能跑腿了，因为你腿坏了。可是呢，给这个孩子呢带来一个改变人生命运的一个光明的人生旅途这孩子很棒很精进。
那时候我在出国前，他已经混到了他那个国营工厂，一个很高的职位，所以那种高级的技术员嘛，所以就改变命运。按照我的朋友的讲话，这个孩子应该现在早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求这个神佛啊，求菩萨，这个时候他给你帮助，你也不一定知道，因为你所求的不一定是他所给的。我再举例说，你做家长的，谁家都有养过孩子，对不对？那你的孩子只有1岁，请问你作为母亲，你给他什么？小馒头。那怎么不给肉呢？通常说肉比饭贵嘛。我们也提醒网友朋友哈，小孩随便吃那个鸡肉，如果里头有一根鸡骨头，就能把孩子卡坏了。还要吃一块糖，那个糖长一点好，圆一点好，很容易卡到嗓子。而且糖呢，当有点融化的时候，卡住嗓子还是不容易出来，非常容易窒息哈。所以孩子吃糖也要小心，因为孩子还小嘛。爱归爱啊，智归智，智是理智的问题哈。对，你要有那份爱，你还一定要有那份智慧，给孩子。多大的孩子吃什么？一位慈悲的母亲给你的孩子，给你最爱的人吃东西本身还都是有选择性的。那这个神佛菩萨给我们的时候，对，他有他的智慧来衡量你应该吃几碗饭，穿什么衣啊，做什么职业，也是把你一眼就看透了。所以讲修行中的什么漏尽通啊、佛眼通啊、天眼通啊等等的这些概念，这个通什么？看透了你，简单说看透了你啊。那佛眼通呢，看透你前世若干世，来世若干世，全把你看完了，对吧？所以一看我们就明白，我们能承受什么，能做什么，什么是对你好，还要再加你的命相、承受力、能力等等，这一套都要给你匹配好了呀。菩萨的大慈大悲的心就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这个最好是此时我们正在感受的，或者正在享受的，就是最好的。其实我们很多人活在幸福之中，但是不知足呀，是吧？因为你的痛苦就来自于说，你看那几个富人多富，我也没看见他们干什么活，怎么就那么富呢？越想他的富有，自己心里头越痛苦，越麻烦，对不对？却不知道自己正在富有和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所以我们华人有句话叫知足者常乐呀，你已经很好了。对一些我们亚洲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你们搜一下啊，贫穷的国家是美国人收入的1%都不到。你到那儿生活1年，不用1年，你在那生活1个月，你回来躺在你们家的院子里头，你觉得都很幸福，因为你连厕所都找不着，就是这样。你都觉得在那儿怎么活着？真要到那个环境里去，你就知道了，真的是非常的艰苦。可是你在一个美好的地方，你知足了吗？没有知足，所以那你就是痛苦。有时候我们一个人生幸福的生活，并不是拥有很多钱财。当钱多了之后，是吧？各种贪财贪色都来了，想把你瓜分了的时候，所以有很多赞美和诱惑，就让你能够就两人分离了，这个家就破裂了。都是冲钱来的，就是在情感上，就钱多了容易出事儿。大概多数的问题都是这么个规律嘛啊。菩萨不会保佑这样的，不是说你求财我一定要给你财，就是见好就收。有些人的定力不适合拿到更多的钱财，就是你的定力，你的叫做福德，我们讲的福德，因为你没有做过那么多功德福德，就是布施供养做善事等等这些事情使你的承受力还很薄弱。就像我们经常拿个塑料袋提个东西，对不对？那有些你的塑料袋太薄，承受力差，可是这个东西太重，所以咵就掉在地上，就袋子被撑破，东西也给砸烂了。所以的话呢，承受力不够。
所以菩萨不会轻易的给没有承受力的人给你那么重的富贵，财富不会给没有功德没有承受力的人，这叫无福消受啊。但只是人就是说我要的我要求是不是就有所得，菩萨不会害你，所以不会给你就是意外的大财富。就是意外之财当太多的时候来到你的跟前的时候，就像从天上掉了个大石盘大磨盘，啪就砸下来，你自己想是好是坏。我的形象举例大家也知道这是个不好的，所以你能够消受得起，也就是能承受得了这种福气的话，你要具备那个承受福气的那个功德呀。如果不具备，就可能是负面的东西，甚至是灾难。那反过来说，为什么有些人开工厂开小店慢慢变富了之后，他的危险不会太大呢？他整个过程是慢慢的变大的，从他心理上生理他都适应了整个这个过程，对不对？他适应了这个过程，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承受力。那你突然之间快速撑大的时候，像一个口袋，当你装东西猛了之后，它都会撑烂。人呢，精神上受不了，这个佛菩萨不会害你，所以不会让你突然间发个大财的。但是要成就你的话，让你慢慢发财。要突然间发财，说今天就路上就捡了20，明天又捡了20，这个还可以理解，20块呀，这个不会出什么精神问题的。所以这个在神佛面前，在菩萨面前，菩萨给你的至少目前对你是最好的。